写尽世间百事，道不尽的还是人心。大家好，我是海皮。从今天开始，给大家介绍一部名叫《虫师》的动漫，作者七原有纪。这是一部带有一丝探索色彩的治愈系动漫。先交代一下故事背景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一种神奇的接近于生命本源的生物，它们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看似第一简单，却因为与能量和物质最初的结合有着神奇的关联，而具有对人类来说谜一样的魔力。所以自远古以来，人类敬畏的称之为虫。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两者共处于世，大多数情况都是相安无事的。但虫的生活方式有时有悖于人类的生活常识，甚至会发展威胁到人的生存，于是便出现虫师这种职业。他们研究虫的生命形态、生存方式，解决可能是由虫引起的怪异事件。虫师银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一天，云游四方的银谷来到一座深山老屋，房屋虽然简陋，但整体环境却充满生机。银谷来到这里是为了找到一个叫做五百藏僧罗的男孩。这个男孩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那就是他左手书写一切字迹、图像都可以具象化为实物，好似打破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的界限一般。这是和造物主一样的神迹。一开始，僧罗拒绝了银谷的调查请求，理由是他已过世的奶奶曾经叮嘱他不要轻易使用，也尽量不要向外人泄露这种神奇的力量。虽然如此，僧罗还是邀请银谷在家里住了下来，因为自从4年前奶奶死去，他就一直一个人居住。毕竟人是社会的产物，总是害怕孤单的。就这样，银谷留在了僧罗家中。半夜，银谷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少女幽灵的存在，通过她身上掉下来了半个银色酒杯，银谷很快就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——僧罗的奶奶莲子。原来在数十年前，当莲子还是小孩的时候，她就被虫邀请参加过一个名为虫宴的晚会，理由是莲子31年后出生的孙子拥有足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，所以虫希望莲子能一直守护她。宴会上，虫拿出了绿制作。绿制作是一种可以从黑暗最深处抽取生命之光做酒的神器，但当莲子用神器绿制作喝下生命之光酒时，宴会被突然出现一只乌鸦所打断，虫四处散去，酒盏绿制作也断成了两半。到虫宴没有完成，莲子无法变成完整的虫，它分裂成两半，其中一半以人的形态存在，而另一半以虫的幽灵形态存在。作为人的那一半，莲子一直在人世间生存，他忘记了虫宴的事情。不过虽然不理解僧罗的神力，但他依旧守护着僧罗。而作为虫那一半的莲子，以幽灵的形态，也无时无刻不在守护着自家的孙子。第二天，银谷将一切告诉僧罗，并告诉他必须借助他的力量，才能让莲子变成完整的虫。接下来，僧罗在银谷的指导下，仅凭借想象就画出了从未见过的绿制作。而为了再次与僧罗相见，幽灵形态的莲子义无反顾地用修复好的绿制作喝下了生命之光酒，完成了当年的重宴仪式。变身为法力完整的虫形态莲子也终于和僧罗重聚了。而在这瞬间，僧罗看到莲子小时候那段与虫的经历，莲子的感情不断涌入僧罗身体，让他不禁流下热泪。故事的最后，僧罗和莲子两个人重新生活在一起，彼此相互守护。银谷则悄悄带走了虫之器具绿制作，因为这种可以创造生命的法器，还是不要轻易出现在这个世间为好。总的来说，影片从画质到音效都堪称惊艳，制作固然精良，但是最引人入胜的还是借虫来表达人们之间的情感。僧罗与人世间的奶奶彼此相依为命，虽然作为人的奶奶无法理解僧罗神秘力量，僧罗也苦恼于为什么他所看到的世界如此与众不同，而且必须远离人群而独居。但是僧罗奶奶之间祖孙之情却不容置疑，虽然彼此不理解，但是深爱着对方。影片中的虫师银谷，与其说是法师，倒不如说是心理学家。他所解决问题看起来像是虫在作怪，但是问题的本源还是人心之中彼此不理解所产生的烦恼。虫师银谷双管齐下，一手解决虫引发的表面现象，另一手又从人心的角度化解彼此心结。正所谓写尽世间百事，道不尽的还是人心。